人一天可以产生多少口水啊？可以产生1瓶、2瓶、3瓶啊。人的口腔啊里面的3对腺体啊，一个成年人一天就可以产生这么多1.5升加在一起这么多的口水。这3个腺体呢，分别是我们的舌下腺、颌下腺和我们的腮腺啊，也叫做耳下腺。那产生这么多的唾液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成分叫做唾液淀粉酶啊，这是用来分解淀粉的。其实除了淀粉酶之外呢，还有脂肪酶可以分解脂肪，但是它们对淀粉也好、脂肪也好的分解作用啊，非常的小，微乎其微，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方讲唾液淀粉酶啊，当它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接触到胃液，它就失去活性了也就没有作用了。我们的唾液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分解消化食物，而是在于什么呢？它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叫做黏蛋白黏蛋白也不是为了消化或者分解蛋白，关键是那个黏字，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我们嚼碎的那些食物呢连在一起，然后口水当中的那些水的成分呢会滋润这些食物，滋润就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润滑之后呢，当我们吞咽的时候我们的食管就不会觉得难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天能够吃很多干的食物的原因比方讲像什么粥汤这些是湿润的，不需要唾液。但是像米面肉干还有面包这些食物都是很干的，如果没有唾液的润滑和滋润，可能它就会卡在我们的食管里面，根本就下不去。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吃那个阿莫西林分散片，这么小小的一片白白的药片，为了图省事呢，我就不喝水直接把它丢嘴里面，先把它咽下去。结果怎么样？这么小小的一片，它就会卡在这个地方卡在这里，然后你怎么用力的咽，它都卡在这里，咽不下去。还有一种想引起呕吐把它吐出来的感觉，于是呢就要赶紧的喝水，通过水呢把它润滑溶解，然后让它能冲到胃里面去。当然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也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慢慢的产生口水，然后把口水咽下去来润滑你这个药片，这样子也是可以把它给吞下去的。我们人分泌唾液其实是不受到我们这个自主意识的控制的，它更像是一种植物性的反应，是受我们的大脑皮层来控制。比方讲你在饿的时候想到美食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流口水，但是你并没有去想我要流口水了。而且从理智上来讲，你想到这个美食流口水其实没有用，因为你并没有吃到它。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说曹操带着他的士兵去打仗结果呢没有水喝，这些士兵都渴得要命，再也走不动路了。曹操就编那个故事骗他们，说自己已经登到山顶去看了前面的路，发现前面呢有一片梅园，梅就是杨梅树有一大片的这样杨梅树的树林。当他把这个消息散布给他的士兵之后呢，他的士兵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口水都出来了，然后呢把口水咽下去，感觉就没有那么渴了，于是呢一鼓作气又朝前行军。因为杨梅很酸嘛，所以想到这种酸的东西好像会流更多的口水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一天可以产生多少口水这样子3瓶1.5升。那么如果你想到杨梅感到这个嘴巴然后分泌了很多的唾液比方讲如果你分泌了这样1瓶的唾液或者半瓶的唾液，那么是不是能够马上止渴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讲到想象就能够让人分泌唾液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想到很漂亮的异性当然同性也可以，如果你喜欢的是同性的话想到或者看到有时候也会流口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又不会去吃它，这就有可能是说我们看到美食或者看到美人都会送到我们的同一个神经区域去进行这个信息的处理。当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流口水呢，并不是最容易产生口水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口水的时候呢，是在我们咀嚼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听到说吃东西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呢，就是让自己的口腔分泌足够多的口水，来把这些食物足够的去滋润它。这样子呢，在吞咽的时候呢，是有利于对我们的食管进行保护的。同样一个食物，只要嚼的时间越久，那么你产生的唾液就会越多。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跟我们上厕所是不一样的。上厕所很多时候并不是表示你上的越久就拉的越多，
因为控制上面跟下面的这个神经它不一样嘛。控制下面的神经呢，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是逐渐的能够由我们自己的意识去控制。哪怕你已经存了很多了，但是你还能够忍得住，哪怕有时候你不是很想拉，但是挤一脚还是能够拉出一点来。但是口水就不一样呢。不是你想说，现在我想流一些口水，那你不一定流得出来。或者当你嚼东西的时候，你想控制说，这个东西它的刚度是多少啊？我流多少口水就够了，也不是由你控制的，只要你嚼，它就会流口水，直到流的没有为止。祝每一位收看这个视频的人都能够细嚼慢咽，享受美食。我正在努力把我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辛苦为我点一个赞，感谢你的鼓励，再见。